大家好，我是许剑桥。作家张爱玲曾把衣服比喻为贴身的环境。她说：“大家正住在大家的衣服里。你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像选择住在什么样的环境。人和衣服之间互动出微妙的张力。”这一集我们将聚焦服装伸展台，并且走向日治时期，为的是要了解我们的阿公阿嬷当时穿的是什么样子的服装，怎么样穿服装，以及为什么穿这样子的服装。首先，台湾的汉人最早穿的是什么样子的衣服呢？透过1872年来台的加拿大籍马偕医生的穿衣实践，颇能凸显当时台湾服装的特殊性，以及借由穿着所创造出来的贴身环境。马偕他娶台湾女子为妻，育有2女1男。在这张全家福的照片里，由于马偕是苏格兰的后裔，似乎借由穿苏格兰传统服装来表示自己未曾忘怀故乡。这是另一张全家福，马偕一家人则穿上了台湾汉人服装，女子梳髻，着大金衫，男子头戴瓜皮帽，穿着衣襟从胸前对开的对襟，以此表达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认同。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890年代，而这些衣服的形制是中国传入的袍衫衣装。到了日治初期，来台的日本人为了区别日本人带来的和服和洋服，因此开始出现了台湾服一词，而这样子的说法也逐渐的为台湾人所接受。例如中研院出版的日治时期社会运动者黄旺成的日记中，起初黄旺成在日记常用短衣、长衫称呼这套在日治时期之前台湾人所穿的服装。但是从1917年开始，黄旺成他也开始使用台湾服一词。像1917年9月13日，黄旺成写道：“本业以台湾服往。”9月17日又写：“换台湾服登校写学校新闻。”由此可见，台湾人也开始使用台湾服来称呼这套服装。除了名称的本土化，台湾服在实质上也出现本土化的发展。黄旺成在192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用平常的衣服现了台湾人本来的面目。”这件平常的衣服指的就是台湾服，它可以表现出台湾人本来的面目。这句话，黄旺成说起来的语气是相当的强硬，原因是这天他在《金氏日报》读到有人对台湾文化协会的强烈抨击，促使黄旺成涌现出台湾立场，而以台湾服作为台湾人的表征。另外，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蒋渭水医师更强烈的以台湾服作为表达对日本政府的抗争态度。据学者吴其浩针对蒋渭水留真集的研究，他发现蒋渭水的衣着可以以1925年为分水岭。在1925年以前，他主要穿西装，之后呢，则几乎都穿长袍。大家猜一猜，蒋渭水为什么会有这么剧烈而彻底的改变呢？对照蒋渭水的生平，1915年，蒋渭水自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并且开设医院，接触的都是西方的现代知识，他的穿着自然会以西式服装为多。
但自1923年，蒋渭水因政治集会结社违反了治安警察法被捕，并且被判刑。出狱后，蒋渭水更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运动。尤其1925年，蒋渭水再次入狱，使他反日本政府的立场更加坚定，他以台湾为本位的立场也更为鲜明。这次促使了他彻底改穿台湾服，以此作为代表台湾民众对日本政府走抗争路线的立场表态。所以说，衣服不只有蔽体、保暖、美观的功能，它会说话，传达讯息。除了男性的服装，女性的旗袍也有被作为台湾代表的情形。1920、30年代，上海的新式旗袍成为流行服装，而一直受到上海流行影响的台湾，自然的也迅速带起了一阵旗袍风潮。这张是1931年台湾10大名妓的合影，里头只有后排左立者一位穿的是台湾服，其他9位呢都穿着旗袍，并且穿上西洋的高跟鞋，相当的摩登。又或者，台湾第一位女医师蔡阿信于1926年在台中创立亲信医院，培训助产士。在这张1933年第10届的毕业合影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女孩们几乎都穿上旗袍。可见得旗袍已经渗入到民众的生活，台湾女性对旗袍的接受度相当的高，而旗袍本身呢，也会因着流行而改变。1930年代发行的369小报，时常可见报上刊登义达的照片，从义达身上的旗袍就可以看到当时旗袍款式的转变。例如，这是1930年报上刊登的嘉义宜春楼的义达梅叶，它的身上是宽松的旗袍，袖子是完全覆盖上背的一个宽松的大袖子，它的下摆是到膝盖，还露出小腿来。而到了1935年，台南招仙阁的乌堂、宝春姐妹花，她们的旗袍要比刚才的梅叶更加的合身，袖子缩短变窄了，她们的下摆长到几乎及地。而从当时的明信片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变化，例如台湾总督府交通局1930年代的发行的明信片，场景是台中公园，湖畔的2位女性都穿旗袍，而这个件旗袍呢，下摆也长到遮盖她们的双足，也几乎拖地了。合身的剪裁烘托出曼妙的曲线，而且高至大腿的开叉呈现出若隐若现的双腿的线条，而袖子呢，短到肩膀上。除了台湾人把旗袍作为台湾服装的代表，日本人也认为旗袍是台湾的代表。例如1937年，为了向日本国内宣扬台湾总督府对于台湾经营成效的纪录片《南进台湾》，接下来让我们就来看一段南进台湾的纪录片。
电影内容除了介绍台湾各地的观光和产业，还不时见到拍摄者刻意安排一些人物进入画面，其中最频繁的莫过于穿着旗袍的台湾女性。于是台北街头、植物园、影片中的女性，个个穿着窄身合体的旗袍，蹬着高跟鞋，夹着手拿包。由此可知，在日本人眼中，台湾随处可以见到穿旗袍的女性。旗袍是台湾的重要服装，可以代表台湾，让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台湾有更鲜明的印象。不论台湾服或者旗袍，都源自中国。尤其1930年代传入的新式旗袍，几乎成为另一款的台湾服，并且与原有的男性台湾服都出现了本土化的现象，进而成为台湾的代表。所以服装不只有蔽体、保暖、美观的功能，背后还有深刻的文化意涵。我是许剑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再会。